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方华。李强在美国抢尽了习近平的风头。9月25号，他在纽约公开说，中美可以也应当成为伙伴和朋友。23号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更宣布，中共不会再寻求特殊待遇。这话一出，全场震动。6年来首次接待美国国会代表团，李强成了各国政府和企业眼中的新对话人。外媒直接点破，这是习近平退居二线的信号。华尔街日报9月26号报道称，中共总理李强纽约之行释放了稳定中美关系的信号。美联社报道认为，李强在纽约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是中共党魁习近平退居二线的信号。习近平近来减少外访，这让李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更突出了。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的牛奔认为，李强可能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与北京接触的重要对话人。习近平对李强在美国的表演感觉酸溜溜的。9月24号，身在新疆的习近平不甘李强抢了他的风头，以视频的方式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讲话。中共官媒新华网9月26号刊发第一观察评论文章，说习近平的气候承诺是一种负责人大国担当，尽显溜须拍马的奴才嘴脸。现任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傅华是习近平的狂热吹鼓手。他曾在2022年中共20大召开前夕，在中国网信杂志署名发表长达3000字的专文，吹捧习近平的强国思想。新华社不但要充当党的时代最强音，还要做到3个1分钟，1分钟不站在党的队伍外，1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指引的方向，1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和党中央的视野。如今，李强已经在美国抢尽了习近平的风头，外媒都看出了这是习近平退居二线的信号。傅华的对习近平的溜须拍马表演的再奴才像，习主子却再也赏赐不出什么东西来了。中共在下个月将举行4中全会，可能涉及人事大变局。习近平可能将在中共4中全会下台的传闻已经闹得满城风雨。牛奔认为，习近平今年已经72岁了，他减少旅行是想保持健康，对权力的控制却没有放松。不过，人们却能发现习近平权力松弛的诸多迹象。例如，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新疆之行中，他并没有在新疆70周年庆典上讲话，讲话的是王沪宁，随行的军委人员是张生明，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并没有随行。此外，在习新疆之行的前一天，9月22号，土耳其驻华大使于纳尔前往中共民政部，会见了民政部排名第4的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在此之前，与其他国家驻华大使会晤的一般都是中共国务院各部委官员，基本都是正部长，按说轮不到排名第4的副部长。显然，于纳尔去见胡海峰，在意的不是胡海峰的职务，而是他作为胡锦涛之子的身份。这似乎佐证了坊间的传闻，胡锦涛已经强势回归，习近平地位生变。这个消息是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已经非常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李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不寻求特别待遇的发言赚到了不少眼球，这让在新疆访问的习近平很不舒服。极力在9月24号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刷存在感，但是他已经输给了前一天发言的李强。李强在中共的重要外事活动中唱主角已经不是头一次了。今年7月6号到7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金砖国家峰会，习近平首次缺席了这个会议，改由中共总理李强出席。
从中共央视联播可以看到，李强在今年6月会见了多个外国领导人。6月23号，李强会见到访的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并陪同黄循财检阅军方仗仪队。24号，李强分别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越南总理范明正。习近平只是在24号会见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其实，中共4中全会延期已经是习近平权力动摇的讯号了。日本的中国军事专家田中三郎就认为，中共内部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与反对习近平的反习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日渐激烈，这是8月未能召开4中全会的原因。田中表示，中国正苦于经济不景气，但习近平却公开宣称要进攻台湾，并对军方下令开始准备，导致中共内部反对习近平军事政策的意见加剧。反习派日益担忧，认为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入侵台湾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事态演变成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将遭受重创，中共也将垮台，因此反习派计划建构反习包围圈。本来中共中央军委是6个人，但目前只剩3人，另外3个名额处于空缺状态。田中认为，在中共军方《解放军报》2024年11月1号头版刊登的摘要内容中，可以找到军队去习化线索。习近平的名字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党的领导，并反复出现。这就意味着中共军方借着这一篇报道表明了服从党的领导，但不服从习的个人独裁体制的态度。这是习近平失去了对枪把子掌握的信号。不过，习近平是否会在中共4中全会上被要求下台，还值得观察。无论如何，2027年中共21届大会是习近平的一个坎儿，那时他即将届满第3任期。习近平承诺的气候计划，还是想借川普推出气候变迁的骗局之机，抢占绿能市场。据《纽约时报》9月26号的长篇报道，习近平的绿色能源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好处，而是苦难。在辽国东南部的一条偏远山脊上，一片巨大的白色叶片破云而出，仿佛悬在半空。叶片高耸至相当于50层楼的高度，在附近一片木屋群上方180米处旋转着，又引入云中。接着又出现一片叶片，再接着又一片，云层渐渐散开，赫然露出了一排巨大的风力涡轮机，沿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这里遍布着133台涡轮机，耗资9.5亿美元，由中国电建承建，泰国企业联盟运营。预计未来25年可减少超过3200万吨的碳排放。所有电力将跨境售给越南，然而为当地民众带来的好处却十分有限。辽国的季风风电项目可能只是中国制造商消化过剩产能的一个途径，能否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廉价的能源还是个疑问。CREA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米利维尔塔计算，虽然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可以避免 2.2 亿吨碳排放，但这距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仍相去甚远。对辽国这类财政摇摇欲坠的国家而言，中国的清洁能源项目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提供了化石燃料的廉价替代品，成为应对气候变迁的可负担途径，以及在动荡世界中实现能源安全的机会。但在这些承诺背后，潜藏着依赖的风险。在许多方面，辽国已经成为其他国家与中国走钢丝的试验场。如何在受益于中国清洁能源的同时，
避免过度依赖或深陷债务，以至于丧失自主能力。这个问题在辽国南部山区回荡，当地的达伶族原住民如今要与东南亚最大风电场的那些旋转的涡轮机分享他们的家园。中国电建几乎将辽国打造成了东南亚蓄电池，季风风电项目所发电力通过70公里长的跨境输电线路全部输送至越南。辽国政府将从这笔交易中获得外汇收入，但问题是，为了抵债，辽国在2021年将国家电网90%的控股权移交给了一家中国国企，让中国掌握了所有通往国内外，包括了越南用户的电力调度权。那么迄今为止，这些对外交易并未缓解辽国的债务或贫困。辽国农村人均月收入估计约为18美元，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原本旨在提振经济的昂贵基础设施项目，反而让辽国背负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约一半的债主是中国。辽国政府不仅无力偿还对中国的债务，连支付利息都很吃力。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在2025年4月的一份报告当中总结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中国已经在辽国制造了债务陷阱。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债务减免，辽国也无法摆脱危机。中共自身也陷入重重危机。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潮流中，就连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也褪去了繁华光环。从街头巷尾的冷清到企业裁员潮的蔓延，这座曾经代表中国活力的城市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博主老王9月23号分享的视频中，多名上海市民出镜分享了自己的所见。一名上海市民在空荡的商场内拍摄到不少人排成一排睡在地上，另一段在南京西路拍摄的视频则显示一些人露宿街头。豫园城隍庙曾经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如今也在陷入冷清。市民宋先生实地探访后表示，如今人流量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约2/3，有人流的地方消费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专门打卡拍照的。昔日人挤人的场景已经不见，午餐高峰期整条街几乎没有顾客进店。另一名市民出镜表示，人气直接削弱了99%。2年前在上海长乐路的街边观察到，不少人在吃店前吃东西喝啤酒，现在呢，在相同的地点却看不到人，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一名市民说，上海很多行业面临困境，钱难挣，消费者没钱，老板们赚不到钱，街边店铺成片的倒闭，就连市中心的顶流商圈，一条平时热闹的大街上竟不见一个人。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冷冷清清，就是有人流的地方，仔细观察也会发现，80%到90%的人只是逛街，都不消费。上海的火车站高峰期也是空空荡荡。有市民表示，上海的餐饮业与全国的形势一致，连开了5年的老牌上海本帮菜馆都没有能够挺过去。曾经排队的网红店，如今玻璃上也贴着旺铺转让。一名上海市民悲伤地表示，现在每天晚上睡不着，白天走在路上，感觉自己像丢了魂一样。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00块，但是房贷像是天文数字，感觉自己这一辈子都完了。10月，中共4中全会登场，经济问题、权力争夺、人事洗牌，3重危机将同时压向中南海。“15+5”计划的蓝图可能只是空头支票，真正的焦点还是习近平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